你选打野是看自己想玩谁，真正的高手看的是对面的核心是谁。这次我们讲 MLBB 打野克制链。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老游的频道。刺客打野赢在节奏，输在容错，爆发高，穿后排强，滚雪球最快。但被控就蒸发，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秒掉对面核心。抢节奏等于抢视野，找核心等于断核心，赢在节奏，输在容错。但是型打野抗性高，续航强，人打人追，他们打不出爆发，却能撑到最后一刻。团战越久，他们越强。当刺客断节奏时，战事就能反转成为主轴。坦克型打野不拼输出，只拼控制，他们负责开团、抢目标、稳节奏。打团时只要阵型不乱，游戏就赢了一半。不切后排，拆阵赢团，控图控目标，赢在视野。马刺打野靠节奏吃装备差，趁敌方还没出魔防，迅速带节奏滚雪球。一旦被魔防装备反制，爆发就会减半。前期必打节奏，趁他们没魔防赢游戏。成长型打野，前期是小兵，后期是神。前期稳定发育，中期接管节奏。一旦装备齐，全场就是你的主场。发育大于一切 GPM 等于胜率，前期当钱包，后期当爸爸。射手型打野靠的是精准与生存，前期最怕入侵，最怕被断蓝，但一旦装备成型，就是全图最稳定的输出核心。他们不是去切人，而是让别人来切自己，然后反打赢团。发育、站位、保护是射手打野的3件任务，你不一定要赢前期，但一定要活到后期。前期稳发育，后期主宰战场，不是去切人，是让人切不死你。发育、站位、保护等于赢团核心。现在老游具体把打野分成6大类，希望可以通过前面的内容让大家对打野的分类有一定的了解。上次我做了一期经验度克制链视频，但是打野这个位置会存在英雄克制吗？答案是很模糊的，但是有一点比较真实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选择英雄去克制对面的核心英雄。来，我们先讲第一个射手核心。当对面的阵容把射手当核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刺客型和节奏型打野。关于什么是节奏型，我等一下才跟你们分享。然后当我们看到对面玩射手当核心的时候，我们要避免玩坦克功能型打野。看到这里可能有些兄弟会觉得奇怪，正常情况玩坦克打野不是前期就可以入侵射手打野的野区形成压制效果吗？关于这个观点，我就请我们的金牌打工仔小帅出来给大家分享。关于这个观点，小帅觉得谁强要看局势节奏点。前期1到5分钟的情况，坦克打野入侵强，视野广和抗压强，而射手打野轻也慢，容易被入侵。按照这个逻辑，坦克打野领先。到了游戏中期6到10分钟的时候，坦克打野是团战发起点，吃资源少，而射手打野开始有装备支撑，可以稳定输出。但是坦克打野还是可以主导节奏。到了10分钟后的后期，
坦克打野伤害低，难收割，缺乏威胁性，而射手打野就输出爆炸，可以融化前排。射手打野克制坦克打野，不是因为可以在前期打赢，而是因为坦克打野的前期节奏会被资源分配机制反克。关键在于资源分配冲突。当敌方阵容以射手为核心时，意味着敌方队伍会围绕射手打资源、打节奏。坦克打野在中后期资源效益极低，他刷的钱换不到足够的输出与团战影响，他必须开团吸收火力压节奏，但一旦射手发育完成，就会被 DPS 溶解，团战没威胁。所以坦克打野打射手阵是时间线冲突，不是操作课，而是经济成长线课。最后送个金句给大家：压时间线，别让射手发育。至于刺客型打野克制射手阵容，是因为射手阵容怕爆发与快节奏，前期若被刺客打乱节奏，射手难发育。坦克打野节奏慢，等射手装备成型就被融化，前期压住射手，别给他时间线。接下来第二个就是对面玩法师核心的话，我们可以优先选择法刺型和节奏型打野，避免选择拖后期的打野。克制的原因就是法师阵容怕频繁节奏和突进，节奏打野能不断逼团，让法师站不稳，抢节奏、抢视野、抢蓝区。当我们面对肉盾核心的时候，我们可以玩战士型和打肉型打野，避免玩纯刺客。肉盾阵容稳，前排厚，刺客切不穿，但战士或打肉型能正面拆阵，打不穿就拆阵，不乱冲。面对多刺客阵容的时候，我们就选择战士型或坦克型打野，避免选择法刺型。多次阵容容错低，正面薄，战士或坦克能压住节奏，反打稳定团战，稳节奏，守纪律，让刺客没空间。最后一个就是对面选择拖后期型的核心，我们就选择节奏型和前期爆发型的打野，避免选择回成长型的打野。拖后期阵要靠时间成长，节奏打野能不断逼团，打断发育，别让他拖，5分钟就要滚雪球。关于这个章节，老尤最后想要讲的是，英雄强度会改，但是节奏不会改。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节奏型。节奏型有2种，我们来看一下对比。节奏打野有2种，带节奏和断节奏。带节奏型推塔、控龟、逼团；断节奏型偷蓝、压线、入侵。入侵赢等于滚雪球胜，入侵输等于裤子都被拔下来。节奏型打野的核心定义：控节奏、控资源、控时间线的节奏发动者。他们的目标不是单纯击杀，而是抢时间、抢目标、抢视野，逼团制造小规模战，用节奏来压制敌方发育。换句话说，节奏型打野的强度不在伤害，而在带动全队动得比对面快。节奏型打野的典型特征：前中期节奏强，清野快，抓人效率高，爆发稳定，技能冷却短，能频繁出现在地图不同位置，视野掌控力强，能控河道野，控小目标，控蓝区，能逼团节奏，打架带节奏，不拖时间，带线或推塔能力中等以上，能及时压制目标区。接下来的部分也相信是大部分兄弟比较感兴趣的，老尤这里会列出一些当对面玩这样的打野英雄，我们选那个打野英雄会比较好打。比如现在强度很高的射手打野李舜臣，我们可以玩阿鲁卡多来增加赢面。虽然打野英雄没有绝对的克制链，但是玩阿鲁卡多绝对比其他打野英雄更好打李舜臣这个英雄。那如果对面玩纯刺客打野，那么老尤就推荐你们玩坦克型打野。那如果对面玩凡尼这种飞来飞去的英雄，大家也可以选择阿凯和费登这种多控制的坦克型打野来应对。那如果是段位比较低和英雄池不多的情况，老尤就推荐你们玩剑锋这个新手英雄来打纯刺客打野英雄，例如凡尼和笋这一类的，来个简单粗暴的压制。关于如何克制刺客型和法刺型的打野的观点都是差不多的。那如果对面玩坦克型打野，我们就可以直接拿战士型打野或打肉型打野英雄，例如奥尔法和埃克斯。那如果遇到对面玩3保1阵容，或是那种团队合作性极强的阵容，老尤推荐大家玩凯、巴特兹或赢这种可以分割战场的英雄来打乱他们的阵型。讲到这个赛季我心中最强的5个打野英雄，有亚蒙、李舜臣、兰斯洛特、阿鲁卡多和笋。留言告诉我你会是哪一类打野。
这期打野氪自链视频，老游希望我的观点可以帮助到大家去了解打野的生态链。老游不敢讲自己是很专业的，但是绝对是很用心的去制作这期视频。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感谢大家的观看，你们的每一个赞、留言和评论再加分享都是老游爆肝的动力。最近公司一直在加班，所以视频的制作时间变得十分的长。再次感谢一直在等待的兄弟，祝福大家游戏愉快，收获满满的快乐。我们下期再见。I'm